如今我们对美的定义是各有差别，但在非洲有这么一个国家，追求的是以胖为美。要是能达到100-200斤以上，那就是沉鱼落雁必修化的大美人，谁能娶到她当老婆，简直就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为啥毛里塔尼亚会有这么与众不同的审美呢？今天求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毛里塔尼亚位于非洲西北部，与西撒哈拉、阿尔及利亚、马里和塞内加尔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103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480万人。在毛里塔尼亚的一个部落里，有个体重直逼300斤，做起来就跟个肉山似的绝世大美人苏珊。当你在吐槽她哪里是美人的时候，然而去苏珊家提亲的人差点把门槛给踏破了。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，各种身份的男人都想娶这个严峻文明的美人当老婆。苏珊也很烦呐，有时候太受欢迎了也不是啥好事。后来苏珊还是选择了发小马鲁克作为自己的丈夫，这可把其他人羡慕得不行。一开始马鲁克想到这么美的女人是自己的老婆，心里还挺开心的。结果过一段时间，马鲁克心里就发现，哪怕苏珊结了婚，但觊觎他的人呢依旧络绎不绝，生怕哪天回家自己老婆就跟别人跑了，把马鲁克吓得当场就辞了职，决定留在家里工作，还能照顾妻子，简直就是两全其美。不了解的人就觉得马鲁克是不是有啥大病啊？为啥毛里塔尼亚会有这么极端病态的审美？毛里塔尼亚这地方穷啊，人均 GDP 仅有2330美元，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。而且它占的那块地呢，85%的面积都是沙漠和戈壁，农林牧业资源严重匮乏。当然最严重的还是水资源匮乏，除了南部少部分地区有些许的绿洲，其他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。虽然沙子底是埋了点矿产资源，铁矿储量呢有个15亿吨，还有储量达2800万吨的铜矿的，但那又怎么样？没水就种不了地，那就没有粮食，吃不起饭。就算家里的资源再多，辛苦挖来的矿还是得用来买昂贵的食物，而粮食价格居高不下，就凭他们的收入根本买不起，到最后该饿死还是得饿死。但是在这个粮食匮乏的国家，居然是以胖为美，为啥？这也和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有关。正如口红效应一样，经济越差，口红这种廉价奢侈品卖得越好。同样就是因为穷得吃不起饭。要是家里的女性能长得越胖，这不就说明了这家人的生活条件很好吗？你看我都能养得这么胖，家里当然很有钱呐。要是女孩长得很瘦的话，估计是家里条件不好，吃不饱饭才饿得这么瘦。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种畸形且病态的观念就这样留存在当地人的思想里，甚至演变到不少人觉得，要是能把这种胖女孩娶回家，那肯定很旺夫，到时候家里财运滚滚。于是在毛里塔尼亚，女性的体重就成了男人或者是家庭互相攀比的对象。为了能长胖，他们甚至采取了相当极端的手段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苏珊那接近300斤的体重我们可能难以接受，但在当地人的眼中呢，绝对是个美人。然而苏珊也不是生来就胖，刚出生的她呢也是个体重正常的女孩，但是受到越胖才是越美的观念影响，她的家人就在发愁，你说这么瘦不拉几的，到时候该怎么嫁出去？于是为了苏珊的未来着想，一个增肥计划诞生，每天不仅要吃足量且高热量的饭菜，甚至吃不下了也要硬塞进肚子里。除了正常吃饭，还有其他高热量小零食也不能落下。要是苏珊不愿意，想要反抗了，父亲总会甩来一句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原本正是青春年华，结果苏珊呢却被家人圈养在家里，疯狂喂食。等苏珊到了12岁时，她的体重就已经飙到了120斤以上。这是毛里塔尼亚所有女孩的现状，有些怎么吃都吃不胖的，还会被送进专门增肥的机构，吃各种损害身体的药物，强行催肥。我们都说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审美观念，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很尊重。但苏珊的肥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，连走路都不方便，更别说各种疾病了。为了看病，家里大部分的积蓄都没了。本来为了看住家里的美人，丈夫还把工作给辞了，让本身就困难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。追求美没有错，但追的是病态的美就有问题。世卫组织也早就把肥胖定义成一种疾病，会引起高血压等一系列的病症。所以在追求美的同时，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才行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巧手给能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